川普的神秘黃金雕像曝光了，這個時候突然間又搞起了造神運動，等一下一起來看。現在有1/4的人表達不信任川普。另外，美國自己國內油價一瞬間暴漲了50%，當然了，川普民調崩跌，那麼也讓美國現在成為了國際惡霸。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深入的解析。我們先來看到川普最大的特色，當然就是他非常有自信，所以呢，他說自己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总統。一邊呢，他也在他的社群網站上面特別釋出了 AI 像哦，是說他是這個類似救世主耶穌，引發爭議。但是最新我們來看到是最新的是這個金色的巨型金色雕像，這個動作大家還記得嗎？是當時2024年7月，川普遇刺之後，他高舉他的拳頭的一個姿勢哦。現在就是矗立在美國當地。那麼這個雕像，川普說了，這是真正的藝術品，而且他認為設置者是美國最偉大的愛國者。好，那麼其實呢，除了這個金色的雕像引發討論跟批評之外，其實自己在美國自己的內部也有很多是崇拜川普的一些行為嗎？我們來看到財政部說要發行印有川普簽名的紙鈔，還有呢這種肖像的川普肖像的紀念幣，還有美國的護照上面也會印有川普的頭像。佛州的這個機場現在說啊，是不是乾脆改名叫做川普總統國際機場了呢？一切都是川普的符號像化。那麼再來，我們就是看到民眾的最新民調了，到底大家對他滿不滿意呢？先來看。前陣子在晚宴上發生的這一起槍擊案，24%的民眾就直接說了，這根本就是假的。32%的人認為是不確定的，目前只有45%的人認為可能是真的，川普可能真的有遇襲。節目一開始來請教幹哥怎麼看了？美國民眾現在是已經不信任川普了嗎？另外，這個金色的這個肖像，幹哥又怎麼看？好，這個金色雕像你知道在哪裡嗎？在佛州，他老實講，他第一任當選的時候，馬上就要公布。你知道後來搞出什麼事情來？他那個時候早就已經完成了，因為尾款沒付，那個設計者很不高興啊。但是他也是川普支持者，他說：“你們這些團體，你們這些支持川普的團體，為什麼尾款還沒付給我？沒有付給我之前不可以動。”後來最近終於解決了。你看，為了這種事情到現在才解決，他都已經是第二任了嘛。其實在2022年那個時候之前，他就已經完工了。這一尊雕像還好，為什麼你知道？它是鍍金青銅雕像，就是外面的一層殼是鍍金的，它高只有4.6公尺，那跟我們金日成的15公尺超級雕像啊是不能比的。然後他們旁邊金日成旁邊還有一個更小一點的叫金正日的雕像，因為他一定要比他爸爸小一點嘛，對不對？以那種雕像的規模而言，我覺得川普這個還好。可是問題是，他不是只有搞這個雕像而已啊，他還找來福音牧師來布道大會開始。我們現在揭牌了。前幾天在揭牌的時候，這個灌溉雲集說：“啊，你看，這就是美國偉大的精神 ，MAGA 的象徵就是川普。”然後連帶着後面，我可能要發行紀念幣哦、肖像幣哦，還有美國護照上面哦，還要蓋上川普的肖像，連鈔票他都要打主意了。我今天講句實在話，在鈔票上面能夠印上去的，除了林肯跟華盛頓之外，還有傑佛遜之外，我覺得現在美國的總統裡面比他有資格的多得多。但是他們現在就要塑造川普是一個偉人的形象。那我今天講一句實在話，講到了什麼？講到了他這個槍擊案是真是假，到底是真是假？我先跟各位講哦。我在5年前在半夜看了一個節目，奇怪，深夜裡怎麼會有這個一個節目 ？CNN 的一個分出來的節目，它是什麼？它就是川普當貴賓，然後所有的網紅，你知道來了10幾個網紅，還有好萊塢著名的演員，開始罵川普，一人罵一句，這樣，他們都是非常有名的，在美國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的這些網紅，開始罵川普，那就是什麼？那就是川普身為媒體集團的所有者，他以自己來當作銷售的最大的工具，跟利基，所以你說槍擊案會不會是自導自演的？嚴格講起來，一般老百姓是不理解，但是從我們媒體的角度看起來非常有可能。知道為什麼？因為他對於表演藝術啊，跟讓他自己能夠
名留青史的做法，他有非常多種。他現在還想要把甘乃迪表演藝術中心改成川普表演藝術中心，等等諸如此類的事情，你就會覺得說，這個人對於作秀這件事情，在他的道德觀跟尺度裡面，跟我們是不一樣的。所以他認為說，他作為美國當今最有分量、最有話事權的一個總統，然後他也認為全世界的所有的問題都可以由美國來解決，所以他是不可被取代的。尤其是我看到，你知道幫他做雕像的什麼團體，你知道嗎？叫做加密貨幣這個聯盟。我一聽到這個加密貨幣聯盟，我頭都暈了。為什麼？因為加密貨幣，坦白講一句，到現在為止都不是全世界認可的，連美國身為全世界的他認為他是最強的國家，他怎麼可以讓加密貨幣這種沒有經過世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認可的這一種行為能夠完全合法化？因為他已經從中得利了。所以川普這樣的人，這樣的總統，我們只能說驚為天人，嘆為觀止。我實在不知道川普還能夠做出什麼對世界更偉大的貢獻了。好，看起来川普对自己是非常的滿意哦。但是呢，我们來看到，如果來做一個國際性的民調，不管是全球是如何來看川普的，或者是說美國自己內部又是如何來看川普的，我們來看到一些比較新的民調。第一個民調是來自於丹麥的民主聯盟基金會哦。那全球對美國的淨評價開始出現了一個很明顯的翻轉，尤其是川普上台前後，他在上台前的時候，美國的評價是正的22%，結果現在是負的16%。至於中國大陸現在是正的7%哦，是遠高於美國了。俄羅斯則是負的11%。再來看另外一個民調，是英國金融時報針對於美國內部，尤其是伊朗開戰之後的最新民調。那其實呢，我們看到大約不滿意度都是落在50%到60%，這當中包括了通膨、就業、關稅、經濟、伊朗的戰爭問題等等，都對川普表達了非常不滿哦。華爾街現在還傳出他們開始做押注了，他們認為說川普接下來是無法好好處理伊朗問題，甚至是荷姆斯的問題的，所以他們已經押注了。接下來油價就是會居高不下，聯準會也將會升息。他們針對的這些項目，華爾街已經做了最新押注。大使怎麼看接下來的期中選舉對於川普的影響？期中選舉如果說美伊戰爭的話持續沒有辦法解決的話，對川普絕對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這個傷害了。那本來他就不是很樂觀了哦，所以現在就美國的這個政治體制的話，只要兩院有一院他失守的話，也就是共和黨沒有辦法掌握多數的話，那重大政策就會無法推進了。就是基本上就是說，美國政治術語就他已經進入跛鴨時期了。那川普事實上的話，現在他所以還能夠一意孤行，最主要參眾兩院都還支持他。美國的國會是有很大的權力，他可以去調查，他可以去這個彈劾。他可以去這個在官員任免的時候他可以把你杯葛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其實美國現在所以川普可以一意孤行，最主要這個兩院都是在共和黨的手裡，這兩院目前都還是團結的，不是因為川普，而是因為他們共和黨彼此要抱團。可是現在問題就變成在眾院裡面，像這次兩伊戰爭、美伊戰爭就已經造成一些共和黨的眾議員迫於他們選區的壓力，他已經沒有辦法支持川普了。所以這個東西是很現實的。所以在今年的這個選舉年底，事實上還有差不多半年對，事實上是蠻長的。川普還是有很多機會可以挽回1層或挽回2層，就是說在收拾人心上面可是如果說他沒有辦法收拾人心的話，他事實上到年底是不樂觀的。可是即使說他失去一院以後他在美國內政上無法作為，他就會跑到國際政治上面去大展拳腳。那個時候這個對於國際局勢事實上是很不利的。美國過去的這些例子就是說，一個在內政上已經跛腳的美國總統就把他的這個存在感都刷在國際政治上面。那他刷存在感，通通都是搞成國際上的一片大亂。美國去管那個管那個，插手這個插手那個所以就是說，如果說我們不是美國人的話，我們倒希望川普能夠安然把那個最後的2年給他做完，然後繼續把美國搞弱。因為美國這個國家已經證明了這麼大的權力，萬一操縱在像川普這種狂人的手裡面會造成很多人的傷害。
比如說現在就是伊朗人民受害，伊朗人民受害就变成整個中東地區都搞得一塌糊塗，然後兩伊戰爭也是一樣，對。那另外一方面的話，他現在伸手到東亞的話，哈，那可能會把台灣推上這個火線，哎，所以川普這種不可測，而且以犧牲別人其他利益成就自己的這種個性的話，其實我想就是說，他只要在位一天呢，就有人要自己要小心一點，不要被他給害了啊。所以不過整個講起來，不論如何啦，川普還有2年多。哎，這2年多你要想辦法，就是說摸清楚他的路數，不要被他這個流彈所傷，或直接被他推上斷頭台，腦袋都沒了。是好，接下來的不管是中東哦，到台灣等等東亞的國家都其實非常的緊張。那我們另外看到是華爾街了，華爾街其實也很緊張哦，因為他們認為說這個短期內不管是伊朗跟油價問題是不是都沒有辦法解決，所以他們也開始壓住了。那上次哥怎麼看？這個華爾街的部分，我想其實大家都覺得，當然關係這個伊朗的這邊的狀況，或者荷姆茲，因為對全球的能源這件事情，這是扎扎實實的，而且不止能源啦，從石油或等等相關的部分，包括尿素、化肥都是有關的。那這裡頭就牽涉到有好多華爾街投資的標的了，那包括這種郵輪的運輸等等。因此我想華爾街其實現在看待的部分，其實不只是川普他現在個人的這個聲望的起伏，而是川普現在所有在伊朗戰爭所有的局勢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我想其實現在是華爾街是這樣，大家不要覺得大家都一定要什麼一定要恢復，沒有，這不懂投資啦。投資簽國際資本其實真正能賺錢都是動盪。動盪當中，多頭或空頭都是賺錢的機會，而不是說一定是平穩大家才賺錢。不是的，國家運作可能需要平穩，可是呢，真正的國際資本其實要的動盪，可是動盪不能失控。所以呢，早先其實，在伊朗戰爭的這個波斯灣戰爭的前期，是因為一切都不確定，還有以色列，還有周邊，而且甚至會發展成第3世界大戰，有太多不可測的因素。所以對華爾街來講，一旦不可測到不能夠去預測後面的可能性的情形之下的話，那很恐怖。但是最近我们就已經看到了，包括川普的很多的一些行為，慢慢的進入可猜可控。比如說，其實最近其實華爾街 Bloomberg 其實它就來自 Bloomberg 的這個財經的部分。過去大家在笑那個川普是他口，也就是說川普會很強烈，到一個階段來講就撤回來了。好，就是撤回來，就是跟人講說，就是 chicken out， 就是川普的就是他是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然後呢，最近他就又有一個這 Nacho 就是我們提到的部分，就是 Not a chance Hormuz opens。其實這裡頭，因為這兩個東西，其實在美國都知道，因為他們都墨西哥的那個 taco 然後 Nacho 都是小點心，所以因為在美國當中是他們聊到墨西哥是有點都是俚語，就開玩笑，就是它不是一個正規主流的東西，所以再去形容川普，就是川普怎麼樣，哎呀，都已經開不了。所以這種所謂的這種投資圈產生去形容川普政治的這些俚語本身的表達了某方面來講，就是我已經知道你川普，你再怎麼樣荷姆茲，你說開了，而且都不會開。好，我拉到前面講的部分，華爾街要的是可以推論跟預測。你說這川普都沒做事嗎？我舉個例子，在前幾個月，也不到半年前呢，先前不是移民問題很大嗎 ？ICE 在明尼蘇達州就弄死人。可你看最近這幾個月，不只是因為說現在伊朗的這個部分的問題，而是最近其實川普其實這個政府是有修正的。比如說這段期間來講，對於很多移民問題，他就慢慢的放緩跟收斂。比如說猶太問題，川普先前感覺被以色列扣得緊緊，你會發現最近他在營造一個，就是我跟你以色列慢慢的切割開來。對，所以這些其實都是輿論操作，一切都是為了這個期中選舉。所以從華爾街來看的話，川普開始可以預測了。他有些東西，其實我嘲笑你本身，也就是一個掌握你後來，即使你不能解決現在伊朗的問題，可是我已經知道你的這個行為，我可以怎麼做，進行後面的投資預期了。好，謝謝上次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